You are a part of my life. You are my shining armor. Now I'm pretty sure we will come to the end. Just me, the dream make it come true. So from now on I will be with you. So plan me into your future, let me love you. So I need you holding my heart with you, just with you. So from now on I'll be with you. So plan me into your future, let me love you. So I need you holding my heart with you, just with you. 你们俩不是对外公开了吗？怎么不一起吃饭？我们俩商量好了，到人前互动别太频繁，这样太惹人关注了。这么谨慎，是听到了什么传言吗？我倒是觉得无所谓，但叶世兰好像有点在意。不是有传言说我是花花公子吗？对他只是玩玩而已。只听到了这个吗？怎么？你还听到别的？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有传言说叶世兰是一个手段高明、虚荣拜金的女人，一直对你各种讨好，死缠烂打，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这么过分？是啊，很多细节更夸张离谱。叶世兰估计早就预想到会有这样的言论，所以才不想公开的吧。就是真的，我跟你讲100%。难道是我想多了？刚才他们是不是在议论我？很有可能。你最近有听到什么新的传闻吗？咱们俩现在走这么近，估计没人会跟我聊这个。翻译稿准备怎么样？正在检查呢，好难啊！先喝点咖啡吧，专门给你加了低脂奶油，别化了。好，我先补充一点能量。好吃哎！来，张嘴。很甜。你晚上有事吗？还？没事儿，打算就留在这陪着你。那你一会儿帮我看一看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不妥的地方。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就是个人分享而已，怎么说都没关系的。我是不是不应该答应高院长？当时他一说要去找你商量，我一着急就答应了。没事，就按照正常工作完成就好了。哎，你喜欢狗吗？喜欢？那我送你一条吧。不要，我又没时间遛。那猫呢？猫不需要遛。佳佳对猫毛过敏。那送你什么好呢？为什么非要送我什么呀？就是想送啊。项链怎么样？项链。
You are part of my life. 哇， My shining armor. 这是我之前试戴过的吧？喜欢吗？喜欢。那干嘛要绕这么大个弯子啊？不把你绕晕了，怕你不收啊。我有那么不解风情吗？要不要帮我戴上？好。 So let me into your future, let me love you. So I need you holding my heart with you, just with you. So from now I'll be with you. 来，让我看看， So let 好看吗？ me into your 挺漂亮。谢谢。我很喜欢。你知道的，它并不是很贵。反正我每个月的工资也都1清2楚，送的礼物不要超过我的消费能力就好了。真想把你这句话录下来放给别人听，为什么？让他们都知道啊。你有个院长男朋友，但是一点便宜都不想占，反而还有很多的压力。你的想法太天真了。这么说，如果有的人本来就带有固执偏见，或者他主观上就不怀好意，那他是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的。传出去还会觉得我是故意耍心机博好感，看似不贪钱，其实想放长线钓大鱼。那按照你这个版本，确实更具有戏剧性，更容易成为话题。所以啊，不管别人怎么想，任由他们去说吧。叶诗兰，要不我们结婚吧？ Stars light up the sky. Whisper by 不要， the side. 不要，我们才交往多久啊？又没人规定要交往多久才能结婚。你就那么着急结婚啊？ Get lost in the 因为我认定你了。 Have you followed behind? Ring by 乖，等我买了房子就娶你，好不好？ recurring every time we might 那说好了。 find a truth. 说定了。 Embrace you deep in my 帮 heart. 我看一下。 Anyhow, I am so sure you are the one I should be with. Shadows of the time. 一大早跟谁聊天呢？我经纪人给我发了几条有趣的评论。林凯文在追你啊？算是吧，算是吧。他没明说，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的。你觉得林凯文怎么样啊？我跟他接触的不多，但是陆朝夕很信任他，我觉得应该不错。你这算不算是盲目崇拜啊？可能是吧。啊，对了，我跟林凯文说了想开个小咖啡厅的事儿，他会帮忙参谋参谋。你要拉他入股啊？不啊，就咱俩，不跟男人合伙。同意，这样的关系简单一点。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有传言说叶诗兰是一个手段高明、虚荣拜金的女人，一直对你各种讨好，
死缠烂打，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如果有的人本来就带有故事偏见，或者他主观上就不怀好意，那他是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的。传出去还会觉得我是故意耍心机博好感，看似不贪钱，其实想放长线钓大鱼。进。院长，你找我？我正想问你呢，高院长是不是正在主持这个医疗援助的动员会啊？对，这会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大概1周前吧。怎么了？那来找叶诗兰去发言，完全是个临时行为啊。叶医生要发言吗？我本来也没多想，但联系起医院的种种传言，总感觉不太对劲。哪里不对劲？这次就不太一样，像是有人主观上的不怀好意，在故意带节奏，散播一些谣言。你怀疑跟高院长有关？你想，他明知道我跟叶诗兰在交往，还让他去发言，是想这谣言散播的更多一些吗？而且我完全没有想明白，他这么做，恶心我，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如果真的是高院长在背后推波助澜，一定还会有后续动作。至于什么目的，我会盯紧一点的。只能先这样了。以上就是这次我在桃源村医疗援助的收获。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继续报名参加这样的公益活动。谢谢大家。感谢叶医生的分享。我们医院的医疗援助项目呢，大概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叶医生在桃源村待了半年以上，这个经验是相当的丰富。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尽管找他请教。叶医生，山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你平时休息的时间不会觉得无聊吗？我本人就比较宅，所以感觉还好。如果无聊的话，可以选择听歌、看剧、看书、打游戏，时间过得也很快。我晚上很容易就困了。叶医生，山村里吃的怎么样啊？种类肯定没有城市里的多，都是一些家常饭菜，不过食材都是绿色无污染的。那说不定啊，我还可以减个肥。叶医生，我可以问个私人问题吗？你说。我们听说你跟院长是在桃源村认识的，可以跟大伙说说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吗？院长就在后边坐着呢。这个话题私下再聊。院长，要不要上来跟大家说两句？好啊。谢谢。怎么回事？刚才不还笑得挺开心的吗？怎么我一上来都不说话了？我有那么可怕吗？刚才问了一个问题，我知道大家都挺感兴趣的。我作为当事人之一，想听一下我的回答吗？好，那时间有限啊，我就简短说一下。我那一天是在山路开车遇到点意外，碰巧就走到了桃源村诊所，身无分文，是叶医生收留了我。当时讯号中断了，我说我自己是一个新院长，叶医生不信，非说我是个卖假药酒的，这没有办法自证啊，所以就闹了点误会。后来回去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好像对叶医生念念不忘。大概就是一见钟情了吧。
不过我也是后来才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叶医生，所以于是就厚着脸皮想尽各种办法去追求她。这说实话，叶医生确实挺难追的。虽然我们现在在一起了，但叶医生比较低调，所以在这里请各位给一点空间。我不想把他给吓跑了，可以吗？好，这私事的说到这吧。虽然今天是个动员会，但我也希望各位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要量力而行。当然，医院也会从各种方面给予大家支持。你干嘛？我就是想亲你一下。你是不是想好了要去会场说这些？听出来了。很明显。我说的都是实话，明明是我追的你，而且你也很难追啊。哪有？明明是我配不上你。叶医生，我发现你这方面的思想确实应该追求进步一下才行啊。好的，院长。哎，下了班打羽毛球吗？好啊。然后去吃饭、逛街。你要买什么？化妆品。啊？这样放我家里一套，以后你补起妆来也方便。好主意。我下个月要请年假，想回一趟老家。那你要带我回去吗？嗯。我觉得还是当面和我妈说清楚比较好。看来我得好好表现一下了。你已经很好了，悠着点，可别吓着我妈。知道了。文章我看了，不错，很精彩。这样啊，你先把所有资料备齐了，等我通知。以我在现场的观察来看，大家只是纯粹的好奇，没有恶意。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言，一定是高院长的背后搞的鬼。你去查查看，到底是谁在背后帮他。好。陆总对叶医生的印象怎么样？很好。怎么了？没什么，随便问问。是进入中心站到了，请下车的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从后门下车。出幺蛾子了。什么呀？分享给你啊。昨天晚上有人在本地论坛发了个帖子，八卦我们院长和叶医生的事儿，还在持续更新。这有什么好发八卦的？自己看不就知道了。AX 开头的高端私立医院，这跟直说也没什么区别了吧？这发帖的人还说在我们医院工作，这我还真有点相信。
里边有很多事儿确实发生过，再加上很多话确实在医院呢传了一段时间了。你们这说什么呢？这是？网上有人发帖八卦叶医生和院长的事儿，说叶医生啊假装白莲花勾引院长，是个彻头彻尾的心机女。这种造谣应该没人会信吧？我们认识叶医生，当然是不相信了。可是你想一下，如果你在不认识叶医生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贴吧上这么说，你会不会相信？女医生被派到山村做医疗援助，因为人品不好，迟迟没有被调回来。在诊所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医院的新院长，故意装作傻白甜，硬是不相信对方是院长，把院长迷得七荤八素。这也不是事实啊！可是这样开头就有人愿意往下看啊。你接着看，说这个新院长刚刚离开诊所，回到医院上任，就马上把这个女医生给调回来了，这总是事实吧？有的时候真真假假，他只要衔接得上，就会有人相信。你再看，说儿科主任对女医生的品行有看法，不给她排班。这个女医生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去做了院长的生活助理。什么都不知道就乱写，真行。所以说这个人是个高手啊，他会让那些想看的人自己去弥补那个桃色新闻的空间。而且人家说这个女医生啊，特别会讨院长的欢心，说了不少儿科主任的坏话。院长就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对儿科主任大发雷霆，还撤了他的职。这虚虚实实的又来了，你只要稍微一不注意，就把你给带进去了。这人确实很会带节奏，还一直在跟回帖的人互动，补充细节。说院长是集团老板的儿子，非常有钱，因为在诊所跟女医生相处了2天，一出手就送了一台 B 超机。这个我也看见了，下边马上就有人说他俩应该是在诊所的时候啊就睡了。这简直就是越说越离谱嘛！还有呢，叶医生提了很多好建议，被院长采纳表扬吧，也被说是有野心，调侃成了后宫干政。这人简直是有毛病。哎，这里面没有透露叶医生的个人信息吧？怎么没有？这上面照片都发出来了。上次在商场活动的时候，叶医生就在院长边上操作这个镇痛体验仪。还有我们去桃源村义诊，虽然没有同框的照片，可是这个地点的选择本身就有问题。要我说，心里脏，看什么都是脏的。那我就纳闷了，那这个发帖子的，他到底图啥呢？哎，底下真有人这么问，人家也回答了，说他就是看不惯这种每天想着不劳而获、想嫁有钱人的女人啊，要正正社会的风气。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走。走。走。喂，院长，你到医院了吗？刚到，怎么了？有急事，你看一下我刚给你发的链接，我在你办公室等你。医生来。怎么跑那么急啊？你怎么都不接电话？我刚去儿科办公室没找到你。我手机静音了，一会儿要看诊。曾医生说你看到帖子了。看了一下，一看就是胡编乱造的，就没看下去了。我找人替你换班吧。没事儿，不用。别逞强了，行不行？啊？我真没事儿，你快去处理吧。我预约的病人马上就到了。集团公关部在想办法联系网站删帖，刚跟我反馈说，对方要发了很多其他的网站，我会持续跟进的。这明显是有人花了钱的，还自称是安心医院的员工。不行，这事我得自己去找高轩去。院长，你别冲动，没有证据只会被倒打一耙，而且还可能打乱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是一直希望高院长有所行动吗？
那他有手段可以冲我来啊！叶诗兰明显是无关人员。叶医生是你的女朋友，那他就是有关人员。你先冷静冷静，我们分析一下。现在看来，之前医院里的那些谣言一直是在铺垫，从传播中获取各种细节，再重置因果关系，以便对外发布时更有力地博取眼球。那为什么拿叶诗兰做文章呢？我想有2个原因。第一，叶诗兰是你的软肋，用叶诗兰对付你，可以有事半功倍的作用。第二，高院长显然是个玩弄舆论的高手，主题如果以用身体上位的女性作为噱头，更能引发讨论传播。男人、女人都会站出来指责他。而主题如果是以花心玩弄感情的公子哥，男人可能不感兴趣。所以，虽然高院长的目标是你，但却把攻击叶医生放到了前面。而在回帖里，明显有很多在带节奏，抹黑你的。我又不是男明星，他到底想干什么呢？这种花边新闻，只要细节足够多，传播足够广，就会有不少人相信。即使不全信，脑海里也会被留下印象。下次只要提到安心医院，就会自动和这件事挂上钩。我倒是想明白了，估计就会有人站出来，说我因为私生活影响了医院的声誉，目前不再适合当院长，这样他就可以逍遥了。目前看来，应该是这个目的。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先去忙吧，想办法掌握有价值的消息。好。对了，叶医生还好吗？被人泼了盆脏水，怎么可能好得了？正头疼这事呢。药可以不用再吃了，3个月以后来复诊。好，那到时候我再预约您。好的。萌萌，快谢谢叶医生。谢谢叶医生。客气。医生再见。再见。再见。慢点。好。这种人我可见多了，工作能力不咋行，下面领导第1名。一个巴掌拍不响，这男的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去当院长估计就是为了泡妞吧。枕边风这么好吹，哼，他应该是没什么心思做儿科医生了。30岁当院长，只会用下半身思考，安心医院这是要完啊！以后谁还带孩子去找这医生看病啊？我觉得2个人都应该被开除。有没有人想组团去安心医院亲眼见识一下的？还说你没看？我就是随便看看。别看了，心情越看越糟。林特助也找人帮忙处理了。嗯。这人又更新了啊！又说什么了？我给你念一段，说这女医生真是会来事儿，大家八卦几句，说她缠着院长，结果院长前2天在公开大会上说是自己追的女医生，太让人尴尬了。紧接底下就有人评论，
说这是白莲花玻璃心，被人说几句受不了了，找凯子给挽尊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听当时在场的医生说，现场氛围很好。你说这叶医生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呀？也有可能是院长得罪什么人了。对，说不定。哎，你们说我们要不要注册个账号给他回个帖，就说我们是叶医生的同事，叶医生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你说这事儿我想过，可是你怕人家再过分解读啊？说是院长逼咱们这么干的。那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干，光看着呀。哦，我们2个找过林特助了，林特助说集团在处理，让我们不要操心。而且他们在那么多网站发了那么多帖子，我们也不能每一条都去解释吧。哎，叶医生怎么还没回来啊？他被院长叫走了。院长，您的外卖到了。谢谢。来，吃点甜的，换下心情。谢谢。你也没少挨骂，我们都别太在意了。不在意。不过，这件事儿会不会对你当院长有什么影响？放心，只是个谣言而已，没那么严重的。都怪我，一时冲动要公开，不然有可能大家议论一段时间就过去了，也不会发在网上。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不要往自己身上找原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要我一得意忘形，就容易出问题。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这件事儿是有人故意针对我，你是被无辜牵连进来的。是谁要针对你？有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主要是不想让你太担心，让你安心做好医生就好。不过现在看来，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知道。我空降到安心医院当院长，主要有2个目的：一是管理层不够团结，制度升级不及时，执行不到位，给医生们的工作环境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我的身份特殊，可以更快速、方便地解决这些问题。这第2个原因，就是解决引发医院这一系列问题的主要症结——高院长。高院长？他是我爸的一个老部下，这些年一直和集团的一些人搞秘密小团体，他们都在关键部门，他们在中间互相打掩护，中饱私囊，侵害了股东的利益，也很难抓到把柄。他们其中哪些人在这个小团体里面，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你爸爸解决不了吗？管理是需要服众的，没有证据，他又是老员工，强行处理并不是好的处理方式，还很有可能带来麻烦。不过更重要的是，我爸也决定趁着这个机会来一次彻底的肃清。那这件事儿，高院长他知道吗？他好像觉得我在针对他，所以急着甩开我。我是想趁着这个审计的机会，逼他自己动起来，好拿到一些证据，也顺便看看，到底是谁在掩护他。只是没想到，他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俩的关系，连累了你。你的意思是，今天这件事是高院长在背后指使的？不止今天，之前的一些谣言也是他故意散播的。所以啊，
该说抱歉的是我，让你承受这么多。你不是说了吗？这不是你的错。我之前还以为是单纯的有人讨厌我，现在知道，如果这件事说不定有价值，那之前的冤也没白受，对吧？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乐观了？这不是你教我要乐观吗？而且我爸跟我说过，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说你一句又掉不了一块肉。虽然我现在还没能做到，但是我会努力调节我自己的。话是这么说，但生气的时候发脾气，骂几句脏话，没什么大不了的。谁要骂脏话？我现在可是一个会狐媚妖术，把院长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神奇女人。还有心思开玩笑呢？我这叫乐观。你这不叫乐观，你这叫没心没肺。在你身边，我就想没心没肺。嘴真甜。来吧，那我就为你试个蛋糕，奖励你一下。喂，陈秘书。啊，林特助，不好意思啊，下午一直在跟陆总开会，你有什么事吗？哦，我就是想问一下，集团公关部今天效率怎么这么低，催也催不动，你能不能帮忙去打个招呼？这事儿你最好直接问下陆总，公关部总监跟他汇报过了。好，那我知道了，多谢。好，那我现在过去找你。林凯文，我看你在这半天了，你怎么不进去啊？突然有点急事。那你还没吃晚饭吧？嗯。那你等我一下啊。你拿着，路上吃。谢谢。你今天好像很忙的样子。叶医生没有跟你说吗？没有啊。陆兆熙还没有发现你一直在跟我汇报工作吧？没有，要跟他说吗？不用。公关部那边是我让他们放慢处理的。为什么？影响已经出了，快慢就没那么重要，不如让高轩赢得再满足一些。而且我也想知道，他手里还有些什么牌。嗯。我明白了。高轩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你之前故意给他那点信息，他还不可能完全的信任你。不过这次倒是个好机会，这个事情我就不想再继续拖延下去。好，那我等您通知。另外，先把叶医生的排班停掉。那院长那边怎么说？就说是我的决定。好。下午
阿姨和巧鱼都给我发信息了，让我放松心情，不要受影响。他们也给我发了，让我多关心关心你，根本就没管过我的心情。大概是觉得你脸皮比较厚。那倒是事实。喂，怎么了？院长，你是跟叶医生在一起吗？对，我正送他回家呢。我刚接到集团的通知，让先暂停叶医生的排班。这事不归集团管吧？说是陆总亲自决定的。好，我知道了。挂好笑容占领头条，把所有坏新闻统统打包丢掉。乘坐飞船去外太空，收集了全部星座放到你的背包。整理好一觉，准备迎接你早晨第一个拥抱。空气备好，音乐塞满，淘气的桥段是甜蜜解药。Oh, you'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yeah. 陷落你世界无处可逃。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my baby. 期待下个猝不及防的心跳。嘶噜嘟，嘶嘟嘟，你情不自禁偷笑。嘶噜嘟，嘶嘟嘟，拉过狗要做到。喜欢晴天的飞草泡泡，也喜欢看雨后彩虹飘过云霄。奇怪的爱好不多不少，这个周末风和日丽是唯一暗号。有什么烦恼，就眨眨眼睛释放求助的讯号。我愿做颗小小星球，不依不偏，只贴着你围绕。Oh, you'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yeah. 习惯了你的无理取闹。Beautiful, you're so beautiful, my baby. 只想成为你独一无二依靠。